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堂哥是村里的村霸，也是远近闻名的老赖。我们村口唯一的养鸡场就是他开的。每次回村，隔着车窗户都能闻到像他名声一样臭的鸡粪味。虽然是一家人，但平时他认钱不仁的作风，做了不少坏事，因此我家也很少与之来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母亲刚过世1年，今天是她的忌日。今儿一早，我便驱车从城里回来，提前准备香火，为母亲筹备仪式。我开车走到家门口，一下车便看见老家大门被糊了鸡粪，还有地上、墙上到处都是，臭烘烘的。父亲正拿着扫帚、抹布在大门口气喘吁吁地打扫鸡粪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经过询问，父亲告诉我，昨天因为你堂哥来讹咱家宅子的事，大吵了一架。因为前不久接政府通知，我们村因紧靠国道，要进行拆迁，而我家宅子特别大，应该能分好几套房。估计我那唯利是图的堂哥又惦记起我家老宅子了，但有我在，怎岂能让家里的一砖一瓦白白落到他手中？我看着这满墙的污秽，气急败坏地说，全村只有他家开个养鸡场，咱家被糊了这么多鸡粪，肯定是他干的啊。父亲弯个腰，没有说话。古稀之年的他比年轻时更加沉默，看着他佝偻的姿态，我十分能理解到他内心的酸楚和无奈。我父亲是个老实人，平时受点欺负都是忍气吞声，一辈子踏踏实实，任劳任怨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黄牛。我还有2个姐姐，在我3岁时，因为下河捉鱼，他俩双双淹死了。天不绝后，我父亲赶集时，又从雪地里捡来了个婴儿，那就是我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家里的独苗，虽不是亲生，但父母却对我格外疼爱。村里其他孩子有橘子吃，他便一定要给我买苹果。从小老爸对我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再穷不能穷孩子，家里就你一个儿子，再苦再累，砸锅卖铁也得供你上学读书，出人头地。我也很争气，好好学习，考上了大学。前不久又考上市里的一家公立学校当老师，目前还没结婚。老2口种地把我带大，不容易啊。现在母亲去世了，我又在城里工作，不经常回来，只有父亲孤零零一人在村里生活。每次想到这些，我心里都苦涩极了。我让老爸先回屋歇着，自己接好水，洗好拖把，费了好大力气，才将家门口的鸡粪打扫干净。中午，我和老爸来到母亲坟头上坟，我跪下，在坟头前摆了4大碗，里面装着红烧鲤鱼、红烧肉、烧豆腐、炒青菜。老爸点好香，呜呜呜，泪流满面地哭起来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再也抑制不住泪水，说不上来的难受啊。我磕了3个头，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了莫名其妙的鞭炮声，噼里啪啦，哐！只见堂哥把鞭炮点着，往坟前一丢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时，他就骑上摩托车，一脚油门，扬长而去。操！今天是我妈忌日，你却在坟前放鞭炮，故意找茬吗？我追了过去，对着堂哥背影怒吼道，但鞭炮声掩盖了我说话的声音。堂哥骑着摩托车一路疾驰，没有听到。我回到家，思前想后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欺负我爸，我忍了；往我家抹鸡粪，我忍了。但刚才的行为却彻底触犯了我当儿子的底线。越想越生气，太过分了。
这样公然侮辱我们一家人。当儿子的不能坐视不管，想到这，便攥着拳头到堂哥家说理去了。堂哥初中都没毕业，结识了一群地痞无赖，早早游荡社会。他30来岁，光头，又高又胖，穿个背心，长满横肉的脸上尽是痘印。我过来时，他独自一人在家，正坐在沙发上嚼着花生米，喝着小酒。我没有敲门，直接进来。开门见山，为什么往我家大门上抹鸡屎，还往我妈坟头放鞭炮？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哟呵，没错，鸡粪和鞭炮都是我的杰作。堂哥底气十足说道。我问，还往坟头放鞭炮？真有你的，明明是一家人，为啥这样刁难你三叔？切，还不是因为你家老宅子的事。你爸岁数大了，没几年活头儿，你又不在村里住，还不得迟早归为我啊？堂哥趁着酒劲嚣张道。我一听说我爸没几年活头了，立马就来脾气了。你说谁呢？他可是你三叔。我抬起头，愤怒起来，伸手就是一巴掌。堂哥紧接着就是一脚，把我狠狠地踹进了院子。他边用棍子往我腿上边打边骂：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野杂种，你一个没人要的小孩，竟然敢打我，看我不揍死你！堂哥浑身酒气，看样喝了不少酒。他又高又壮，我一个念书出身的孩子，怎么会是他的对手？我蜷缩身子倒在地上，龇牙咧嘴，疼得爬不起来。最后是老爸过来，一下跪在堂哥面前，拽着他裤脚，不停劝说。在老父亲苦苦哀求下，凶恶的堂哥才肯停手，要不然不知道我会被打成什么样子。老爸叫了救护车，将我送进了医院。大夫拍了片子，胳膊扭伤，小腿轻微骨折，需要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刚开始打算报警，但转念一想，是我先动的手，如果公安处理，我同样会受到行政处罚，是要被拘留的。更何况我还有正式的教师编制，拘留之后工作也一定就丢了，这样不值，得不偿失，行不通啊。下午时候，我拄着拐杖在病房走廊里溜达，活动活动。这时我看到一个既高大又熟悉的身影，没想到堂哥来了。他带着一箱水果和一束花，虚情假意的过来看我了。我装看不见，没有搭理他。他低下头盯着我，瞧了瞧身上的伤。堂哥假惺惺地询问道：老弟，伤得挺严重啊，在医院好好养伤，用不了多久就恢复了。我探出身说道：你个无赖，给我等着！他爬到我耳朵前，悄悄地说：哼，好戏在后面呢，不把宅子给我，我就让你看看那老宅子烧起的熊熊大火有多美。先让你爸驾鹤西去，我再想办法让你过去陪他。你不是人，你个畜生！我大吼，上前一步，伸手就是一拳，可这次却被他躲开了。紧接着我重重摔倒在地，头上撞了个大包，拐杖跌到楼梯下面。堂哥蹲下拍拍我肩膀，一脸阴笑：老弟，来日方长，好好养伤。我又往他脑袋上砸了一拳，却还是被他躲开，没有打中。堂哥起身冲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看着堂哥远去的背影，我擦了擦脸，愤怒地将手指甲插进肉里，攥紧拳头。老爸走来，颤颤巍巍地将我扶起来。回到病房，发现堂哥送的水果箱里面装的竟是纸钱，花也是给死人送的白菊。这不明摆着计划烧死我爸和害死我，然后再顺利继承我家房子。想想最近的遭遇，真是糟透了。从小家里穷，我便想通过读书出人头地，改变命运。
长大后却发现连父亲都保护不了，自己挨了揍，还住进了医院，真是没本事啊！可我再窝囊，老子也是个爷们。鸡蛋从外面敲开就要被吃掉，但我如果从里面啄开，没准就能飞出去。老子绝不认输。这一夜我未能入眠，辗转反侧，我把这些串起来，为了赖走我家宅子，先是抹鸡屎，再把我打伤住院，出院后再想办法弄死我们，顺利继承房产。堂哥啊，堂哥，你真是歹毒啊！我坐立难安，脑海中竟是堂哥凶恶的面孔，根本无心养病。一阵苦思冥想，待我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后，为了保证父亲安全，先让老爸住进了养老院。随后我打通了初中发小的电话，他叫王波，戴个黑款眼镜，跟我同岁，我俩从小玩到大，交情很深。记得上中学时，他丢了生活费，没钱吃饭。当时我的生活费为数不多，但仍接济了他。就这样，我俩啃了1个月的辣条馒头。每次聚会时喝多，王波就和我回忆这段日子，还扬言说如果我以后遇到困难，找他有求必应。王波现在做生意混得很好，积攒不少五花八门、三教九流的人脉关系，人也很有本事。认识这么多年，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他了。在电话中，王波得知了我近来的遭遇，一口答应要给我报仇。果然是个重感情、讲义气的好兄弟啊！我本计划让王波叫些黑社会，狠狠教训堂哥一顿就算了，但王波却拦下我，在电话中说时代变了，兄弟，咱们既要把握尺度报复你堂哥，又不能违背法律。是啊，一顿威胁也不一定唬住胆大妄为的堂哥。霸占我家宅子，现在的法治社会早已不是曾经舞刀弄枪、行侠仗义的时代。王波这句话让我受教了。最近几年养鸡生意不好做，饲料价格持续上涨，但鸡蛋就是不涨价。疫情期间，鸡蛋价格最便宜时候竟跌倒$2.5。为节约成本，他的养鸡场一系列环保设施都没购买，没有化粪池，就将鸡粪直接排进河里。本来清澈的小河，每年夏天就有人游泳，而现在连个钓鱼的都没有，河水变得臭气熏天，周围连个草都不长。养鸡场也没有购买喷水设备清理鸡舍，鸡身上别提多脏了。我和王波商议，先从他养鸡场上做文章。这天，王波穿着一身名贵衣服，开着宝马车停在村口的养鸡场。他声称自己有家大型蛋糕厂，需要大量的鸡蛋供应，想要与堂哥进行长远合作。堂哥刚开始对这个陌生人比较敏感，但经过几次饭局，警惕心慢慢放下。王波表示对鸡蛋的需求量很大，需要先将养鸡场扩建，养殖规模再增加1000只鸡。谈合作还好，可扩建养鸡场却没那么简单，各种设备杂七杂八，里里外外算下来至少30来万呢，价格不菲啊。堂哥有些不肯，因为这些钱是他全部的家底了。王波见状，干脆欲擒故纵，不合作没关系，我可以再找其他人啊。钻进钱眼的堂哥犹豫了，他不想放过眼前这位财神爷。他思前想后，悄悄一算，合作之后1年就可以回本，心想只要签了合同，这买卖只赚不亏，何乐而不为啊。一番谈判杀价后，双方终于谈妥，合同落定。堂哥拍着桌子成交，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，鱼饵成功下水了。过了几个月，养鸡场扩建成功，
比之前增加了不少敞篷，鸡苗也长大，马上就能产蛋了。堂哥看在眼里，乐在心里，发财的日子就要到了。是的，堂哥，你的好日子确实要到了，时机成熟。现在我终于可以放下所有顾虑，展开报复了。我马上拨打了市长热线，举报了堂哥的养鸡场属于违章建筑，紧靠国道，违法占用耕地。政府响应很快，随后便来了一群工作人员，对养鸡场违法占地进行了拍照取证，及时查处。沉浸在美梦的堂哥这才清醒过来，按违章建筑白白拆除，自己可就倾家荡产了。这可是他全部的家底。病急乱投医的堂哥找尽关系，又给政府官员送了不少礼物，但没有任何人肯收取他贿赂。最终政府还是安排了拆迁队进行强制拆除。拆除当天，村口密密麻麻围了很多人，我也在现场，兴奋的身上的每个关节都嘎吱作响。那个臭气熏天的建筑轰然倒塌时，有不少乡亲偷着乐。堂哥一家人看着鸡棚被一点点的拆除，那个沮丧的嘴脸简直生不如死。我看见他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嘴角撇起了渐渐的微笑。我那称霸一方的堂哥啊，你也能有今天，被你欺负这么久，我也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把。然而这仅仅是堂哥噩梦的开始。我深知捣毁他的养鸡场并不能完全消灭这个村霸。这是一家普通的街头饭馆，菜色一般，装修简陋，墙壁上只有2个脏兮兮的电风扇在工作，这十分符合堂哥的低俗品味。饭桌上，王波和堂哥正酒过三巡，两人逐渐放开顾虑。堂哥此时似乎变了一个人，正低头哈腰，搂住王波肩膀，一脸殷勤地端茶倒水。我在微信上看着王波给我发来的视频，止不住发出阵阵冷笑。这简直和之前的村霸判若两人。堂哥，你可真是个认钱不认的主儿。王波抽着烟，翘着二郎腿，白瞪着堂哥。王波指着堂弟的鼻子说，我不管你的养鸡场怎么没的，我只知道咱俩签过合同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如果你不能提供足够的鸡蛋，违约金1分都不能少。堂哥嬉皮笑脸，少不了。王总，少不了，我敢拿我名誉担保。王波推开堂哥的胳膊，嫌弃地说道，得了得了，就你那名声，一团狗屎，别在这儿给我吹牛逼。堂哥委屈巴巴哀求王波，眼含泪光，说实话，王总，我还在真不知道该怎么还你，你再给我宽限宽限，行吧，哥？王波愣了2秒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。行啊，想赚钱也不难，你听说过驴打滚没？堂哥摸摸光头，眯眼笑起来。我知道，北京有个名吃叫驴打滚。王波训斥道，憨批，你就知道吃？随后王波介绍了什么是驴打滚。顾名思义，这是高利贷的一种，期限为1个月，利息很高，基本为5分。如果超出借款期限，那么利息将会翻倍，并计入下期本金，日积月累，不停打滚。王波说，我先借你20万驴打滚做本金，咱俩去赌场打牌，只要互相配合好，一晚上赢个10来万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堂哥疑惑，怎么配合？王波小声说，咱俩说暗号啊。堂哥转了转眼珠，真的吗？好主意，这样我不仅能把亏出去的家产捞回来，说不定还能赚个盆满钵满。这次他没有犹豫，因为他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，我按事前商定好的，站在饭店前等待他俩出门。不一会，
他俩喝得烂醉，互相搀扶，颤颤悠悠。堂哥给王波打开副驾驶车门，让王波坐了进去。堂哥坐上主驾驶，正准备开车离开，我瞅准机会，立马上了车，坐在后排，砰的一声关上车门。堂哥从后视镜看到是我，彻底怔住了，满脸诧异，惊讶的不敢出声，似乎我是来要找他索命一般。王波拍拍脑门，哦，忘了给你介绍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之前约好一起打牌，正好今晚有空，大家一起玩会。堂哥回过神来，满眼欣喜若狂，随之而来的是露出狰狞卑鄙的嘴脸。优老弟什么时候出院了？也不知道说一声，可把我担心坏了。我微笑着说，托你的福，腿上的伤并无大碍，就是医药费花了不少钱，最近手头一紧，就过来碰碰运气。王波指指我俩，哟呵，怎么你们认识？堂哥赶紧澄清关系，撒谎说不，只是普通熟人，有过一面之缘。我赶紧打岔，笑着问王总，好久不见啊，今晚大家去哪玩？王波喝点酒，伸出拳头一挥，慢吞吞地说，就去山下的纵乐棋牌室，潇洒一番，玩推老虎，一起决战到天亮。看着王波酒后的可爱模样，我们三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我撵多堂哥开车，嚷着说，走吧，我不知道路，你来开吧。堂哥插上车钥匙，开火后伴着发动机的咯吱的轰鸣声，开动起来。此时除了我，他俩都还未察觉到这辆车不对劲的开火声。半夜的时钟滴滴答答，轿车颠簸行驶在山间小路，这是条山路，没有路灯，漆黑的瘆人，左右间距也顶多只够两个轿车迎面交汇时错开。马路旁没有任何防护，路这边挨着山壁，另一边则是望不见底的悬崖，年年都有人在这条路上出事，遭遇车祸，丢了性命。我坐在车上，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往外冒，而王波却坐在副驾驶上，一副心无旁碍的样子，系好安全带，呼呼大睡。堂哥喊了王波2声，没有叫醒，然后悠闲地按开车载蓝牙音乐，播放的歌曲是宋祖英的《好日子》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打开家门咱迎春风。听到这儿，他终于也憋不住了，再次露出狡猾的嘴脸，哈哈，缘分啊，老弟，真没想到能碰上你，今晚一定要一战方休。我活动活动屁股，摸摸夹在嘎吱窝里的钱包，故弄玄虚，不行啊，堂哥，我今儿可没带多少钱，输完可能就回去了。堂哥的无耻简直超乎我的想象，理直气壮地说，你不是还有家里即将拆迁的老宅子吗？你是说拿我家老宅子当赌注啊？堂哥边开车边把头扭过来，没错，输光了可以用你家的老宅子抵啊。话音未落，恰好经过一处急拐弯，我急忙提醒，快刹车。堂哥回过神，惊恐的手忙脚乱，急忙把方向盘打死，又赶紧一脚把刹车踩到底，吱的一声，车屁股一摆，后轮一松，只见车飞快经过弯道，站站立立的与悬崖擦肩而过，后面马路上留下2道划痕。我出了一身冷汗，刚才车险些张了过来，若不是我坐左侧压着，车估计就翻过去，掉下悬崖，整车人一命呜呼了。危险，太危险了，差点小命就没了。王波惊醒过来，吓得脸都绿了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还没等大家缓过神，准备庆幸劫后余生，一刹那，迎面又遇上一辆大货车。大货车一声低紧鸣喇叭，
鸣笛声回荡在寂静的山林，栖息的鸟连连受惊，在夜空中飞起。此时歌曲《好日子》播放完毕，自动切换的是5条人乐队的歌曲《初恋》。一辆货车撞上了高架桥，卡在桥墩里面。妈的，这个车载音响怕不是开了光吧？堂哥抓紧方向盘，狠踩刹车不放。此时他才发现，从刚才踩下刹车到现在，车子速度一丁点都没减下来，车已经失控了。天啊！在我们绝望的尖叫声中，整辆车急速地冲向前方大货车，砰叽一声巨响，两车相撞。我脑袋一疼，一股暖流涌了出来，就这样昏迷了过去。潜意识中最后听到的歌词是：一名受伤的男子抱头痛哭。我是在市立医院醒来的，昏迷了1天1夜。睁开眼时，病房只有我和王波2人，还有一个护士正给我换吊瓶。我头上缠满了绷带，肩膀也疼得不行。我看见王波只受了点皮外伤，情况似乎比我好些。王波躺在隔壁病床上，对我会心一笑，哈哈哈，太险了，兄弟。我撇撇嘴角，没有回答。王波趁护士不在，扶我上厕所。我俩抽着烟，他悄悄告诉我，当晚因为他俩都系着安全带，再加上有安全气囊的保护，所以伤势都不太严重。车祸时只有我在后排，一脑袋撞在玻璃上，昏了过去。随后王波便叫了救护车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我眨眨眼，小声问那堂哥呢？王波趴在我耳边，他因为涉嫌醉驾已经被交警带走了，而且对面的货车司机伤得不轻，现在在 ICU 躺着呢。幸好救护车来到及时，命保住了。你堂哥酒后驾驶，作为主要肇事人，看来要承担很大责任。没过几个月，堂哥便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法院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，并赔偿20万赔偿金。堂哥名声本来就臭，这一出事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没一个肯帮他的，再加上有这么多债务，还有3年牢饭，估计他下辈子可有的受了。出院后，我请王波喝了顿大酒，一来感谢他看到我栽跟头时愿意挺身相助，二来庆幸这场车祸我俩都活了下来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俩倒满白酒，一饮而尽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烂到肚子里都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就连王波都不知道，那就是堂哥为什么刹不住车。我大学专业念的是自己最喜欢的汽车运用工程，不过身为家里的独苗，也为了老父亲，毕业后我拒绝了车企的高薪工作，安心回家当了老师。虽然毕业2年，但大学学到的汽车知识丝毫没有遗忘，因此对我来说，在不被他人发现痕迹的情况下去搞坏一辆车，轻而易举。当晚我趁着他俩喝酒时，检查了附近有没有监控录像，发现不会被监控拍到后，我便放下心来，拿着工具箱3下5除2，熟练地对很多车部件动了手脚。经过我严谨的计算，这台车刹车应该会失灵，但并不足以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，所以车祸后所发生的一切，我早已预料的10之8九。看着他佝偻的姿态，我十分能理解到他内心的酸楚和无奈。醉堂虽然这样做甚是极端，也有些对不起王波，让他受了点伤，但对付堂哥需要的是致命一击。我深知堂哥的习性，没了钱的他狗急跳墙，说不定更加欺负乡亲们。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若要彻底解决他，就必须赶尽杀绝，置之死地而无后生。
免得他日后东山再起报复我。堂哥进去了，他家人为了替他还债，抵押了房子，变卖了所有资产。因为驴打滚利息高到可怕，结果利滚利越来越多，数百万的高利贷，数百万的利润，人家不可能放过他。每天都有很多纹身小青年堵在门口催债、骂人，或者去他家抽烟喝酒，影响他们的生活。堂哥一家人心惊胆战，不敢出门。最后，堂哥一家人为了躲债，彻底离开了村子，再也没见过他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